刘备的配偶史书上明确记载的是4位，分别是甘皇后、糜夫人、孙夫人和穆皇后。其中甘皇后和穆皇后在《陈寿三国志》中有单独立传，而糜夫人和孙夫人的事迹则记载在其他人的人物传中。在各类书籍中，甘皇后也被称为甘后、甘氏、甘夫人等等。《三国志》记载，甘皇后是东汉豫州沛国人。兴平元年公元194年，陶谦上表朝廷，推举刘备为豫州刺史。刘备驻军沛国沛县，这期间甘皇后被刘备纳为妾。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刘备大概率有一位史书未曾记载其姓名的正妻，因此才会给甘氏安排妾的名分。此后，刘备好几任正室夫人过世或失丧，所以甘氏经常代理正室的职责，主持家务。公元201年，刚刚在官渡取得大胜的曹操亲自率兵讨伐当时在鲁南地区活动的刘备。刘备随即投奔了荆州刘表，甘氏也跟从刘备来到荆州，并且在荆州生活期间，为刘备生下后主刘尚，也就是阿斗。公元208年农历秋7月，曹操亲自率军南征荆州刘表，但是刘表在曹军到达之前就已经病逝。少子刘琮接替刘表荆州之主的位置，并派出使者向曹操祈求投降，但是没有事先告知刘备。当时驻军在樊城的刘备不知曹操突然对荆州用兵，直到曹军到达宛城的时候，才发觉事态的严重，于是率领其部队仓皇向江陵方向撤退。面对曹操大军逼近，大量刘琮的部下和荆州士人百姓纷纷投靠刘备。快要到丹阳的时候，随行的人数达到了10万余人，辎重数千辆，只能日行10余里，行动非常缓慢。当时刘备从樊城撤退的时候，就另外派出关羽，让他率领水军船只100余艘到江陵与自己会合。有人向刘备建议，此时应该抛弃随行的百姓，火速前进退保江陵。现在虽然队伍人数众多，但是能够战斗的士兵太少，如果曹军抵达，必然无法与其抗争。刘备则回答道，要成大事必须以人为本，现在这么多人背井离乡跟着我怎么忍心抛下他们？另一方面，曹操因为江陵物资充足，担心被刘备占据，于是舍弃辎重，轻装急行前往襄阳。得知刘备已走，又以5000精锐骑兵追击，到丹阳长坂地区的时候，追上了刘备部队。由于军情紧急，刘备再次抛下妻儿家眷，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骑兵逃走。于是曹操获得了跟随刘备的大量人员和物资，刘备则改道向汉水渡口撤离。途中正好碰上关羽的船队，才得以渡过汉水，与刘表长子刘琦及其部队万余人到达夏口。在这次长坂坡之战，刘备所抛下的家眷中有明确记载的是甘后，还在襁褓中的刘尚，也就是阿斗，还有2个女儿，但他们的结局各不相同。甘氏和刘尚仰赖赵云的保护，才幸免于难。当时赵云主动脱离刘备，返回长坂坡战场。有人立刻报告刘备说，赵云叛逃向北投靠曹操去了。刘备听后非常生气，用手中的戟指着那个人说，子龙不弃我走也。回到战场的赵云找到了落难的母子，他一边怀里抱着阿斗，一边保护甘氏，最终从乱军中逃脱，回到刘备身边。但是刘备的2个女儿，史书中只记载了被曹纯俘获，便没有了后续的记载，是死于乱军之中，或是许配给曹操部将等等，结果一概不知。之后甘氏在荆州病故，就地安葬在南郡。张武元年公元221年农历4月，刘备在成都称帝，更改年号，建立蜀汉政权。张武2年公元222年，刘备追谥甘后为皇嗣夫人，下令将她的灵柩运回成都安葬。也是在这一年夏6月，刘备在萧亭遭遇惨败，退守永安。张武3年公元223年4月，甘皇后的灵柩尚未运到蜀地，而刘备便已经去世。之后丞相诸葛亮上书朝廷，追谥甘皇后为昭烈皇后。上书的内容中提到，今皇嗣夫人神柩已到，又子宫在道，园陵将成，按错有期。这里可以看出，在诸葛亮上书的时候，当时甘皇后的灵柩就已经抵达成都，而刘备的棺椁仍然在运抵成都的路上。5月，刘备的棺椁从永安出发，在8月抵达成都，最终甘皇后与刘备合葬于惠陵。
以上便是干皇后的全部历史记载内容，感谢大家支持与观看。